OPPO Find X8 Pro 啊 ，vivo X200 Pro 啊，这两台手机的上市时间挨得也是非常近的。那么 OPPO 跟小米已经对比完了，那就该轮到这两台手机对比了，毕竟它们之间也是直接的竞争关系嘛。开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选边站队的事情不要去做，在回复中跟人吵架抬杠的事情不要去做。毕竟数码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是非常快，而且大家的见识跟阅历的增长速度会更快，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就会发现，现在争吵跟关注的这些呢，其实并不值得怎么关注。那什么才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每期节目中，我都会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那本期的摄影环节呢，依旧来自于网友的投稿。投稿方式呢，就是在回复中把您拍的好看的照片发上来就行。看这些精彩照片之前，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谢谢大家了。看完前面的照片，别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设备就能拍，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OPPO 后摄4颗镜头，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6倍的长焦。vivo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3.7倍的长焦镜头，它们都是定焦镜头，没有光变，没有光学变焦。OPPO 的拍摄界面5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的2倍呢是数码变焦，其他的0.6倍、1倍、3倍、6倍都是光学焦段。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都能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而且连续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可以显示出其他的小的数码变焦选项。在拍摄界面还有大师模式可以选择，照片模式和大师模式本身拍摄出来的色彩就有不同，而且大师模式呢也可以认为是专业模式。在大师模式里呢，调节的选项更多，包括饱和度、对比度、锐度、暗角等啊，这些都可以自己调节。现在是 vivo 的拍摄界面，也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2倍跟10倍是数码变焦焦段，0.6倍、1倍和3.7倍是光学焦段。点击每一个焦段呢，也有等效焦段可以显示，连续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也会出现小的数码变焦选项。这点呢，两台手机是一样的。在色彩模式方面，算上人文街拍相机功能里，一共是4个模式可以选择，分别是质感、黑白、鲜明、自然4个模式。现在是 Find X8 Pro 两种大色彩模式的成像区别啊，在普通场景下，它们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要到宽容度环节才能看出比较大的区别。那这点呢，咱留到宽容度环节再说。现在是 X200 Pro 的4种色彩模式的对比，其中鲜明的是默认设置的色彩。有些人会觉得鲜明太艳了，那你可以使用质感或者自然。当然不会有一种模式是废的模式啊，肯定都有他们适合的场景。那么这点呢，就需要您多多拍摄，积累经验，然后去寻找您喜欢的色彩模式以及他们更适合的场景。在后面的对比中呢，两台手机我们只会用默认设置来进行对比，因为不管什么色彩模式也改变不了最关键的光学素质和解析力。那下面就进行正式的对比，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从硬件参数上说 ，vivo 的感光器更大，其他的参数呢，两边就差不多了。拍摄当天是烈日当空，太阳是非常的猛啊，正好可以测试一下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眩光。现在是 OPPO 的眩光，怎么样？这眩光炫吧？看着新鲜吧？现在是前2天 vivo 闹得比较热闹的眩光啊。
这炫光炫吗？跟刚才那比，反正都有炫光，我也不知道你们看着新鲜不新鲜。行吧，看实拍样片吧。当时太阳非常的足啊，阳光非常的猛。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拍摄效果呢？那至于哪边颜色好看呀，那就您说了算吧。好吃的好看的是没有标准的。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但是有些局部的地方是 vivo 的表现更好，细节呈现得更充分。再看一组对比，记得啊，当时的阳光非常的强烈啊，非常的绚烂。那么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呢，更接近了，两边的解析力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但是在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就有区别了。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这个可以反映出来镜组的制造成本啊。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虽然说 OPPO 的表现比另一个角更强一些，但是呢，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解析力方面呢，两边还可以说差不太多啊，但是还是在有些局部的地方 vivo 的细节呈现是更好一些的。再看超广角的表现，上期的对比看了吗？这一代 OPPO 的超广角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硬件参数上说呢， OPPO 跟 vivo 两边超广角的参数是一样的，呈现出来的颜色风格呢跟主摄差不多，但是这回 OPPO 也稍微艳丽了一些。最重要的中心解析力方面，的确是 OPPO 的表现更好。再看一组对比，颜色风格方面依旧是 OPPO 的沉稳一些， vivo 的更热烈一些。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没错啊 ，OPPO 的优秀啊，优秀很多。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仔细看也是 OPPO 的表现更好。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 ，OPPO 的更优秀。两台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高清模式解析力方面呢，也依然是 OPPO 的表现更好。再说中长焦镜头的对比，中焦这块呢 ，OPPO 是3倍的中焦镜头 ，vivo 就没有了，因为 vivo 那个3.7倍的镜头呢，按焦段算它已经是长焦镜头了，已经到了85端了。那长焦方面呢 ，OPPO 是6倍的光学镜头 ，vivo 就是那颗3.7倍2.1像素的长焦镜头。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对比，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上期 OPPO 跟小米的对比看了吗？那这期的对比结果啊，还是这样啊。OPPO 2倍的解析力啊，不是很理想，它可能并没有用主摄的高清模式拍完再剪裁。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3.7倍，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依旧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OPPO 的3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vivo 的3.7倍呢是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都打开高清模式以后呢，确实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强一些啊。现在都是6倍的对比 ，OPPO 6倍是光学焦段 ，vivo 的6倍呢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但是解析力方面呢，依旧是 vivo 的更好一些，只不过 vivo 这个时候已经从照片中读出了数码处理的痕迹了，画面稍微有点花了吧唧的，但解析力确实是更高一些。OPPO 的6倍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它跟 vivo 3.7倍的2.1像素比，谁的解析力会更高呢？还是 vivo 的3.7倍2.1像素的解析力更高啊？现在 OPPO 是13.3倍，这13.3倍呢是在拍摄界面中专门给你的一个变焦焦段，是让你用的啊。vivo 那边呢是10倍，但是在解析力方面，无论是解析力还是观感啊，都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但是到了超长焦 ，OPPO 是26.6倍 ，vivo 是30倍，这个时候 OPPO 的照片观感反而提升了啊。放大看细节呢，虽然说 vivo 那边细节看起来更多一些，但是我已经分不出哪个是真实的细节，哪个是 AI 生成的了。反而从照片观感上看呢，我感觉 OPPO 这边的不错。再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搞笑的啊，为什么说 vivo 在30倍下哪些细节是 AI 生成的很难分辨呢？看这组就知道了，桥中间有一个雕像。OPPO 那边最起码看着还是挺自然的，虽然说也分辨不出来雕像是什么，但是 vivo 这边已经变得很抽象、很搞笑了，对吧？再说微距拍摄，这两台手机都有自己的微距模式。OPPO 的微距模式呢，点开之后呢是显示3倍镜头拍的啊，其实并不是，它是用主摄拍摄的，然后再数码放大到3倍。vivo 那边呢是用3.7倍光学镜头拍摄的，也就是长焦微距，而且它在拍摄的时候还有数码变焦选项，7.8倍跟10倍。如果都是打开微距模式拿起来就拍的话，两边的效果粗看是差不多的啊，微距效果都可以。
但是 vivo 要是打开了数码变焦，譬如说用10倍去拍呢，那照片的效果看起来更理想。当然了，不止看起来更理想，放大看细节呈现的话，也是 vivo 这边的微距表现更好。再说前摄的表现，先是前摄自拍啊，没有调其他的设置，就是用手机前置摄像头的默认设置，两边拍起来的效果都是很精致、很帅气、很漂亮的，磨皮的程度呢也是很接近的。毕竟他们俩是师出同门嘛，你看他们变焦画面里的变焦逻辑什么的都是很接近的，对吧？总之，他们前摄自拍的表现应该是令人放心的。那至于这种效果好看不好看呢，还得是您说了算。他们两个之间呀，确实很难分胜负了。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从美颜磨皮方面看呢，他们两个还是挺接近的。但是视角方面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OPPO 的视角更广一些，我更喜欢 OPPO 的效果，而且防抖啊，还有清晰度方面，我感觉也是 OPPO 的更好啊。再看人像的对比，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也没有调其他的选项。第一个场景有些逆光，你还别说 OPPO 的表现很不错啊。从人物面部肤色上看呢，我感觉很多样张甚至比 vivo 的还要好啊。vivo 很多样张人物的肤色已经很暗了， OPPO 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对吧？再换一个高难度的场景，人物脸部的光影非常复杂，就算在这个环境中 OPPO 的表现依旧非常出色，甚至不比 vivo 差。 vivo 的人像表现一直是标杆的存在，它人像拍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有很好的效果，而这次 OPPO 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现在的手机直出扩张度可以说做的都非常不错了。我感觉今年年底我们的年度手机颁奖节目最佳扩张度环节呢，可能都要省去了。现在很多的手机直出扩张度的差别会在不同的色彩模式下看出区别，有的色彩模式无论是高光还是阴影，它们的细节呈现都会非常丰富，有的色彩模式呢对比度就会更强一些。比如说现在 OPPO 的表现，它默认模式下按部就能按得下来，而且还能保留细节，亮部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用大师模式，在高难度的场景呢，暗部会损失些细节，但是亮部细节还是没问题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这样。vivo 的表现也是如此，鲜明模式跟自然模式它们的暗部呈现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鲜明啊有时候暗部会偏色，自然的表现呢暗部的色彩会更准一些。那么质感模式呢对比度会更强一些，也是到了高难度场景它的暗部呢会缺失细节。同样的，超广角跟主摄的表现也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用的是 Find X8 Pro 并且对后期有需求的话呢，那就用默认模式直接拍，因为它的亮部跟暗部细节保留是非常充分的。如果你想直接拍就有不错的效果，并且对后期的需求不大呢，那你就用大师模式。如果你用的是 X200 Pro 并且对后期有需求，那么你可以选择自然模式，它的暗部跟亮部保留的细节非常多，而且暗部呢也不会偏色。那么如果你追求直接拍就有很好的效果，那么你就用质感。同样的，质感模式相对于自然模式来说呢，后期的空间呢就会稍微小一些。再看夜景的表现，前面几组城市环境啊，有强光有阴影，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直出的表现下，它们都是非常理想的，亮部跟暗部细节的呈现呢都很不错。但是到了有难度的场景呢，亮部细节呈现，尤其是亮部颜色方面呢，还是 vivo 的刻画更好一些，主摄跟超广角都是如此。那这个场景也是如此，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亮部的表现呢都是 vivo 的更好。那么区别最大的场景呢，还是这个场景。主摄上的区别还不是很大，但是超广角 OPPO 这边在直出的情况下是拍不出亮部细节的，必须要打开自动夜景或者夜景模式才能拍出亮部细节。而 vivo 呢，拿起来就拍，直出的情况下效果就很不错。那来到城市昏暗的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他们在直出的情况下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啊。只不过这个场景呢，又到了测试眩光的时候了。这个是 OPPO 的眩光，炫吧？看着新鲜吧？反正我是一点不新鲜。这个是 vivo 的眩光，怎么样？炫吧？我也纳闷，怎么最近就这么多人关注这眩光？自从有摄影开始，这眩光就没离开过设备，有什么可新鲜的呀？倒是让不少外行蹭了不少流量。反正以后都有眩光的测试，给大家看腻了算。再看长焦的夜景表现，先是2倍的啊，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的表现都不错。现在 OPPO 是3倍，vivo 是3.7倍。
亮部呢 ，OPPO 稍微有些偏色啊，但总体表现两边也都还可以。那么现在 OPPO 是6倍 ，vivo 也是6倍，他们的表现同样也都是不错的。但是 OPPO 的暗部细节呢，稍微损失了一些。现在 OPPO 是13.3倍 ，vivo 是10倍，两边的表现都很不错。在昏暗场景下，长焦的表现，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3.7倍，解析力方面 vivo 的更优秀。现在都是6倍的表现 ，OPPO 这边的6倍呢，也不是用6倍镜头拍的了，它也是用3倍镜头拍的了，因为当时环境太暗了。解析力方面，依旧是 vivo 的表现更优秀。那么以此类推，在昏暗的场景下，长焦的表现都是 vivo 的更优秀了啊，解析力更高。那下面就开始极暗环境的测试了啊，先是祖传神树场景，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就已经出现差距了 ，vivo 的表现更好。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也是 vivo 的好啊，注意不是亮度啊，是细节呈现的差距。减震器场景没有悬念，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方面 vivo 的更优秀，超广角也是 vivo 的细节呈现更多。树林小路场景细节呈现的差距呢也没有悬念啊，但是 vivo 这边的表现呢已经看出明显的数码处理痕迹了，它毕竟是 Pro 嘛，跟 Ultra 比呢还是有差距的。那么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的表现更好。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主摄在细节呈现方面的差距呢，比较明显啊 ，vivo 的更优秀，超广角也是 vivo 的稍微强一点。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录制的时候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的防抖清晰度都属于非常好的。颜色方面有些区别，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呢？OPPO 那边看着沉稳一些 ，vivo 那边看着热烈一些啊，就是这方面的区别。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依旧是非常出色的。防抖方面呢 ，OPPO 那边仔细看，稍微有的地方有些小的抽动啊。那如果这是普遍现象呢，那也好解决，一个 OTA 就解决了。防抖是最好解决的。现在是2倍焦段的对比，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的表现也是非常接近的啊，水平都很高，防抖清晰度都不错。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3.7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两边在各自的焦段下表现都很不错，解析力都很好，防抖也都不错。现在是6倍的表现，6倍 OPPO 是光学焦段 ，vivo 是数码变焦，但是它们的表现呢还是很接近的，颜色也都很好看，防抖也都不错，清晰度也都很好。现在 OPPO 是18倍 ，vivo 是20倍，两边的效果都还可以。防抖嘛都有点晃了，清晰度倒都是不错的啊，都可以用啊。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两边的颜色呀、暗部细节呈现还有清晰度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防抖呢，仔细对比呢 ，vivo 的更稳一些。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虽然说 OPPO 那边看着更晃一些啊，防抖没有 vivo 那边稳，但是仔细看。它的暗部细节呈现、清晰度什么的都是比 vivo 强的啊！如果站着不动拍，拍得稳一些，肯定是 OPPO 的效果好。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3.7倍，两边在清晰度方面做的都非常不错。但是在横移的时候 ，OPPO 怎么拖动感这么强啊？一拽一拽的是吧？现在都是6倍的表现，6倍呢 ，OPPO 那边也不是6倍光学镜头拍的了，它也是3倍镜头拍的。vivo 也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那么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呢，也还是 vivo 的更优秀啊。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了，哎，你还别说，这回 OPPO 在清晰度方面可就不输 vivo 了，只不过在横移的时候拖动感还是很强。好了，到结尾了。一般到结尾呢，就说说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那么工业设计方面呢，我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大家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吧。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喜欢 OPPO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那至于硬件参数什么的，游戏性能什么的，这也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想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呢，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了。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